都知道的是，目前全世界只有美国对外出口5代机，因此对于一款这么先进的战机，几乎所有国家都想要采购上几架，好让自家空军的战斗力上升一个档次。也正是因为如此，靠着手中全球唯一一款对外出口的5代机，美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同时还拉拢了一帮国家，组建了军事同盟。而现在 F-35 战机的订单已经来到了3300多架，并且随着世界局势的不断紧张，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因此在这时，泰国方面也有了一些想法，想采购美国的 F-35 战机。泰国空军正面临战斗机更新换代的需求，并已经尝试向美国求购 F-35 作为下一代主力战机。但洛克希德马丁高官在今年2月的新加坡航展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允许对泰国出口 F-35。在这种情况下，泰国空军很有可能购买台湾 IDF 战机。那么，从未采购过台湾战机的泰国空军，未来真的会购买台湾战机吗？泰国其近年来似乎对周边的越南和缅甸等国的军备发展感到几分不安，对使用各类高技术装备的热情很高，但苦于国内没有像样的军事工艺，故以进口他国装备为主。早在去年就有消息称，泰国空军元帅表示，泰国要购买8架 F-35 战机，首批将会以 4.13 亿美元的单价去购买总计4架，但后来这件事就没了后续情况。F-35 战机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全球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也表示，目前并没有收到有关的官方消息，这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严格控制关于 F-35 战机的出口，所以泰国采购战机一事有很高的不确定性。F-35 作为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面向国际市场的第5代战斗机，凭借其出色的隐身性能，目前已经拥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挪威、荷兰、瑞士、比利时、波兰、丹麦、以色列、新加坡和芬兰等一众国外用户。不过，中东的石油富国沙特、阿联酋等却被排除在外。让人没想到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泰国也要购买 F-35 了。目前获得了 F-35 战机的国家，除了美国在欧洲地区的盟友之外，就只有日本、韩国、以色列和新加坡4个国家。面对这4个国家采购 F-35 战机的需求，美国自然答应了，而其他国家想要采购 F-35 战机就没那么简单了。像阿联酋也打算采购50架 F-35 战机，但是美国方面却漫天要价。虽说这个价格对阿联酋来说无所谓，他们能够承担，但美国却偏偏开出了不少的政治条件，因此这笔谈判就不欢而散。相比较阿联酋的50多架，泰国方面虽然只打算采购8架，但这笔订单的金额对泰国来说也是一笔天价，特别是这首批 4.13 亿美元单价，想要采购4架 F-35 已经是过去式了。在美军最新的财年报告中， F-35 战机的美军自用价都达到了接近2亿美元一架。泰国现在即便是想买，价格估计还得往上翻1倍，而寥寥数架的 F-35 对于泰国空军来说完全是杯水车薪，因此想要继续采购原有数量的 F-35 战机，那就得花费数十亿美元才行。美国的 F-35 战机真的靠谱吗？由于这段时间 F-35 战机在全球发生了多起坠机事故，美军在对其检查时发现发动机出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全球所有的 F-35 战机都停止飞行，进入检修状态，但是到现在美军也不知道发动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没给出个具体的检修方案。如果说泰国采购 F-35 战机的话，之后会不会也出现坠机的事故呢？或者是说战机到货之后3天2头地就得停止工作，送到美国去进行返厂维修，又或者是像韩国那样，每次 F-35 开机启动前都得找美国人申请动态密码，美国人不给发密码，韩国人就用不了 F-35， 被拿捏得死死的。所以泰国空军确实面临着比较急切的换代问题，毕竟其现役主力美制 F-16A/B 机队无论是装备水平还是剩余使用寿命都很不理想。2022年3月，泰国空军一架 F-16在训练中失事，从瑞典购买的鹰狮状态倒是还不错，但体型太轻而且数量严重不足，再加上其状态性能更糟糕的阿富机队，2021年12月
泰国空军一架 F-5战机在空中比赛中意外坠毁，换新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问题在于，换什么机型才适合现在的泰国空军？站在2023年向后看，4代半战机已经退出主力地位，斥巨资购买消费比并不高，而5代战机虽然是未来主流，但当下的选择着实太少了。即使当年美国政府并未就出口 F-35表态，泰国空军依然在2022年1月宣布打算采购8架 F-35，但美国对 F-35的重视超过泰国想象，后者想要圆梦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F-35目前已经出口到美国之外的16个国家和地区，各使用者按照国力和美国重视程度签下了附属条款不同的使用条约。具体来说，美国国防部会限制 F-35的部署区域、执行任务的时间和地点、机载作战软件水平，甚至是使用者的基础通讯设施。对泰国空军而言，其预计装备的隐身战机规模有限，首批4架仅拨出 4.13 亿美元采购费用，而将要付出的战力受限，甚至基础设施更换代价却异常沉重。从理性上来说，这是泰国空军难以承受的装备成本，而美国又未尝不是看到这一点，才会直接漠视泰国空军的采购请求，一言不发。唯一让泰国空军感到庆幸的是，全球还有几款正在开发，预计在几年后才开始服役的隐身战机，比如说中国歼35、俄罗斯苏75，还有韩国的半隐身战机 KF-21，其中苏75的问题和苏57一样，而 KF-21 还要等待多个版本才能蜕变成真正的隐身战机，只不过目前距离这时实现还很遥远。以泰国空军的谨慎心态，最起码也要等到歼35量产之后才有眉目。其实泰国购买 F-35早在去年2月就被炒作了一番，当时专家认为不可能，因为美国担心存在泄密的可能性。不过据媒体报道，泰国皇家空军得到了向美国政府申请购买 F-35隐身战斗机的许可，而泰国议会的一个众议院委员会也以45-22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 3.69 亿泰铢，约合101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启动采购 F-35的程序。然而泰国这次采购的 F-35只有可怜的2架，实在太寒酸了，而这也似乎是泰国皇家军队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装备世界上最小的航母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还是向西班牙采购9架二手的 AV-8S， 都是这样别出心裁。不仅如此，这2架 F-35并非大家想象中的垂直起降型，而是 F-35A 基本型，主要用于取代泰国皇家空军的 F-16。至于泰国皇家海军，目前查克里纳吕贝特号已经差不多变成了直升机航母和综合补给舰，并没有更新固定舰载机的计划和必要。另外，泰国方面的想法是以7000万美元的单价来购买这2架 F-35A， 这就太过于天真了。虽然洛克希德号称 F-35A 的单价已经降低到7000多万美元，并且还会继续往下降，但这仅仅只是针对美国国内的采购价而言，一旦外销，价格都要翻几倍。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采用 F-35A 的单价都在1亿多美元，而最新的国际报价已经超过2亿美元。所以说泰国议会批准的1010万美元，可能只能买2个起落架。根据媒体的报道，泰国为这2架 F-35A 准备的总开销大约是74亿泰铢，约合2亿美元。即使是这个价格，恐怕也很难搞定，因为以2架这么小的批量，肯定是拿不到优惠价的。况且这2亿美元的资金还要分4个财政年度拨付，也就是说，泰国想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2架 F-35A。而美国一开始担心将 F-35卖给泰国会泄密，为何会突然转变，竟在短时间内批准了许可证？外界认为洛克希德可能并非真的想将2架 F-35卖给泰国，而是借此给对采购 F-35不着急的新加批增加一些压力，促进大宗生意的尽快成交。至于泰国，即使真的打钱过来，也能以各种理由将 F-35靠住不发货，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对于泰国来说，无论是购买航母还是购买垂直起降战机，其实意义都不大，无非就是要维持住皇家的领域。这次购买 F-35A 及 IDF 金国号战斗机，这是台湾军事装备史上一段充满坎坷的经历。对岛内军事爱好者来说，
若提到金国号与厨艺扯上关系，无疑会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毕竟，回想起当年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门槛之高，无异于断了粮食供应，一般冰冷。然而，金国号却在种种压力和限制中诞生，它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台湾在逆境中求生存、力求突破的见证。在深入了解金国号背后的秘密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时台湾的军事环境。F-104和 F-5这2款战斗机已经老到几乎成了笑料。面对如此紧张的国际武器市场，尤其是 F-16AB 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时，美国却是紧握销售权不放，给台湾留下了一地鸡毛。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只能选择自力更生，开启了自主研发的道路。而民进党上台后引发的士气低落，更是迫使台湾需要通过一些重大举措来提振军心，于是便有了那场自演自造的壮观剧目。但问题在于，台湾的军事预算相较于日本、韩国这些军事大户，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尽管在导弹技术上台湾颇有建树，但那归根到底还是属于高端科技的秘密，不是轻易可以展示的。另外，台海的紧张局势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冲突。台湾的 F-16和幻影2000年5月型 FCK-1战斗机虽然是90年代的产品，但如今看来已略显老态。就算不提那些即将过时的 F-1，这批战斗机按理也应该在2040年前退役。为了未来的空中优势，台湾计划在2020年代启动新一代战斗机的设计工作。蔡英文政府更是计划在2018年的预算中，将军费从 GDP 的2%提高到3%，以实际行动支持防御自主。进入21世纪后的台湾，于2001年投入了70亿新台币，启动了以 FCK-1为基础的进阶型战斗机研发工程，将这个新型号命名为金国号，仿佛预示着它将如同翱翔于9天之上的鹰。这款战机装备了升级后的 GD53雷达系统、尖端的数字航电系统和新型的32位飞控电脑，技术之先进，足以令人瞩目。2004年，低成本的单座机型首次亮相，紧接着在2007年，双座机型也隆重登场，被命名为雄鹰，名字中透露出一股不凡气息。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改进，2009年起，台湾开始对台南基地的71架 FCK-1战斗机实施升级，这一计划一直持续到2013年底，所有战机均已完成升级并交付空军使用。此外，台湾还对清泉港基地的56架 FCK-1战斗机进行了性能提升，这一新版本被亲切地称为翔展2号。到2017年12月21日，共计127架战机完成了性能提升，整个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系列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展现了台湾在面对外来挑战时的坚韧和自主创新精神，也显示了台湾在科技和军事领域的进步。自主研发的 IDF 金国号战斗机项目，不仅为台湾空军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台湾的防御自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自信。金国号战斗机的成功研发和升级，为台湾军迷和整个岛民带来了极大的骄傲和信心。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一种自主能力的体现，彰显了台湾在追求更高军事自主性和防御能力道路上的坚定决心。同时，金国号的故事也激励了未来一代人在科技创新和防御建设上持续努力，不断追求卓越。而降生计划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戏剧性，一直忙碌至2009年，紧接着便启动了翔展计划，专注于对台南基地的71架 FCK-1战机进行全面升级，直至2013年底全部完成并交付给空军。此外，清泉港基地的56架 FCK-1战机也经历了性能的全方位提升，被温馨命名为翔展2号，使得总共127架战机在2017年12月21日全数完成更新。这一连串的升级行动，让整个翔升计划如同春风得意，充满了生机。在讨论降生计划时，不得不为汉翔公司点上一大赞。该计划分为3个阶段进行，得益于科学院和汉翔的紧密合作，在 FCK-1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出了 FCK 型，仿佛在原有的基础上添了层高科技的调料，犹如三明治般丰富。这3个阶段的实施绝非儿戏。首先，战机的挂载能力得到提升，不再限于2枚天剑2导弹，而是增至4枚，并整合了新型的天剑2空对面
反辐射导弹合称为万箭弹的万箭机场联合遥控器金国号战斗机的发展历程，犹如一出波澜壮阔、充满创意与自主精神的史诗大剧，展示了台湾军工的自豪与骄傲。如果有听众对我的叙述有异议，欢迎随时指正。如果觉得描述不够生动，也欢迎补充。就在我们揭秘这一段被誉为台湾军事奇迹的降生计划时，项目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仅是对 FTV 战机进行一番简单的改造，而是对其执行任务能力、电脑系统、电子对抗设备、动力系统和机载敌我识别系统等进行了全面升级，同时还对地形跟随系统和雷达进行了优化，可谓是为战机举行了一场豪华的升级盛宴。而第三阶段的计划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包含了地面和空中的试飞测试。一旦通过空军的严格评估，这款改良型 FCAC 的战机将在2010年正式亮相，站在世界航空舞台上，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风采和实力。在提到 IDF 金国号的发展史后，我们不妨聊聊汉翔公司董事长廖荣新。这位领导人物不仅魅力非凡，还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就像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评价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看他培养了怎样的人民，还看人民尊敬和缅怀什么样的人。在 IDF 研发过程中，廖荣新为之付出的努力和贡献，无疑值得我们给予高度的敬意。1955年5月1日出生的廖荣新，如今已是67岁的高龄。作为一位退役的空军2级上将，他的经历可谓丰富，是真正的军事专家。从空军官校毕业后，廖荣新成为推动空军自研自造政策的关键人物。他的足迹遍布台湾经济部、汉翔航空公司、总统府战略顾问、副参谋总长等多个重要岗位，可谓是军界的一位真正老兵。尽管他曾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但私底下廖荣新也有着浪漫的一面。他喜欢观鸟和阅读，对鸟类演化史颇有研究。这位文艺青年般的军人，不仅让飞机在天空自由翱翔，还从中悟出了许多经营和人生的哲学。当我们转向热心网友的讨论时，有趣的话题层出不穷。有网友好奇，听说 IDF 金国号战机升级完成后要全面退役，难道是真的吗？如果连 F-16和幻影战机也都升级为隐形战机，岂不是意味着台湾空军要全部更新换代了？对此，有网友回应指出，台南空域每天都有训练飞行，所以这种谣言显然不可信。另一位网友则表示，既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性能提升，显然不会那么快就退役。即便空军真有此意，上层和公众也绝不会同意。林先生则表达了对 IDF 的深情厚爱，提到 IDF 是事故率最低、反应最快的战斗机之一，怎么可能轻易退役？显然，大家对 IDF 都有着特别的情感。一位军迷朋友提到， IDF 是亚洲首款自主设计的第4代战斗机，设计中融合了 F-18和 F-16的元素，寄托了人们对台湾能够自主研发5代战斗机的希望。最后，有网友半开玩笑地说， IDF 已经升级成为隐形战机，拥有第7代战机的升级功能，成为了真正的空中幽灵。如此强大的性能，让人不禁想象，面对这样的 IDF， 美国的 F-35和 F-22将如何应对？蓝天门直白地指出，对于小地方而言，独立研发第5代战机基本不可能。相较之下，采购 F-35似乎更加经济。这段评论如同在说 IDF 金国号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段军事装备的发展史，更像是一部充满曲折的传奇电影。IDF 不仅赢得了网友们的深情厚谊，还在台湾赢得了人民战机的美誉。尽管如此，有观点认为，台湾应该自行研发3代机，考虑到幻象2000的使用寿命已经不长， IDF 也已经服役多年，为何不自制200台 IDF-20？ 哪怕作为轰炸机使用，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对此，大佛回应称 ，IDF 已经升级至第8代，退役实在太过可惜。他建议直接将幻象和其他战机统一升级为隐形战机，这样台湾的飞行员似乎都可以安心退伍了。他甚至戏谑道，连海军都不再需要，只需保留陆军进行防务即可。大佛还对当前的政治局势发表了看法，认为许多人对于台湾重新研发新型战机持怀疑态度，批评民进党政府的贪污行为，认为台湾财政根本无力支撑新型战机的研发。他指出，所谓的永鹰号不过是对金国号的改装，仅仅作为政绩展示，
而真正需要的是具备实战能力的战机。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参与者都是具有深厚军事知识背景的爱好者，他们对台湾的军事发展持有独到的见解，并期待在文明的氛围中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铁铁的提醒更是值得称赞，强调了讨论应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保持文明沟通的重要性。浩皇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看法，指出亚洲各国的战机大多基于 F-16等西方战机改造而来。他呼吁亚洲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应保持平和态度，避免无谓的争执，共同进步。至于 IDF 经国号战机的退役，这确实成为了现实。编号10004的 IDF 双左原型机，经过30年的服役，终于退役，成为最后一架退役的经国号原型机。这架原型机自1990年首飞以来，不仅完成了多项测试任务，还对武器系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见证了台湾军工技术的成长。总的来说，关于 IDF 经国号的讨论不仅涵盖了军事技术的深入分析，也触及了政治和财政的敏感问题，展现了参与者们对台湾防御和未来发展的关心与期待。希望未来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能享受到更为理性、文明的交流氛围。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评论和分享，期待在下一期与大家再会。